我小时候啊，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，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。我爸打小就给我说，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。我说爸，那你可得看好了啊，哥哥容易塌房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东的房主任。没想到吧？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，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，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。我也是没想到啊，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。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。作为一个山东人啊，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，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？在这儿我辟个谣，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。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。太讽刺了！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备茶，3重备火，口口生香，菜香茶更香，都这么香了，谁还上桌吃剩菜？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，只有我家重男轻女。我小时候啊，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，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。我爸打小就给我说，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。我说爸，那你可得看好了啊，哥哥容易塌房啊。我只有2个女儿，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，是不全乎人，就不完整了。离婚的人是半拉人，就是1/2人。我算了一下啊，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，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？我还存不存在啊？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。我说哦，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。在我老家，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。我小时候的结婚啊，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，我也出点力呀，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。这给我婆婆吓的呀，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，怕不吉利，拦着我啊，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，说我碰了以后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，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。我当时心里想哈，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2口子之间的事儿吗？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？我是辅助啊。我要是真有那本事，他们不应该歧视我，他们应该供着我。给我惹急了，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。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。我就是女王陛下。越想越生气，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，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？我就趁着没人注意，摸了他2把被子。别说啊，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，1胎生了2儿子，我也感到很奇怪。
还摸反了呢？难道我的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？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，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十八八八的，让他生10个8个儿子，累死他。嘴上说的硬气，但还是有点心酸的。在我们村啊，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，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，他都没有女人的。就活着我没地位哈，死了还没地方。就我想下去哈，只能蹭男人的。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，我都羡慕了。他居然有坟墓。我很痛恨那种重男轻女的观念，但我也想生儿子，我就去找偏方了。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，说他的药老灵了，吃上肯定生儿子。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，找到这个大夫，拿了药，刚要走啊，又进来一个患者说：“大夫，你给开点药，俺家兔子拉肚子。”我说什么？我这才知道啊，他是个兽医。就回家的路上啊，我一边翻山，我一边想，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、读过几年书的人，我怎么就翻不过成建的这座大山呢？兽医开的药，我怎么就不能吃？兔子能吃，我就能吃。我狠起来，连兔子都吃。万一好使呢？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。其实这些年哈，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，我心里就偷着乐。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啊，有时候也笑出声。但是在我们村啊，女儿再怎么优秀，还是会受到歧视。哪怕是亲戚之间，她也会攀比。有孙子，她就是王炸。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，我堂哥说我有孙子。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，我堂哥说我有孙子。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，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。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。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？你要去移山吗？成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。我堂哥气的哈，噌的一下就站起来，指着我说：“你连个儿子都没有，你是啥？”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，我说：“我是女王陛下。”谢谢大家，我是房主任。谢谢房主任的表演。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投票倒计时，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掌声再给女王陛下。还是天真姐先说吧，肯定很有感触。对，就是房主任第1赛段的表演，我觉得的浓度、的烈度、的好笑程度，都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可以排进前几名的一个表演。然后其实我本来第1赛段是有点担心房主任，因为你讲你的人生故事，我怕就是是不是第1集已经用尽所有的力量。然后我今天听到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是一个持续创作者，又经历了很多很丰富的人生，所以我相信你可以有更多的好的表演给到我们看见。非常谢谢你。房主任的女儿是不是今天也在现场？在哪里呀？他们就别提他俩，就因为他俩，我觉得我现在血压都快干到300了，太紧张了。他们不来我老轻松了，他们一来我太紧张了。2楼是我们很多演员的亲朋好友们，也谢谢你们来到现场支持他们。
我是我妈的大女儿。您不会就是二女儿吧？再一个就是吃那个兽医的药生的二女儿。是第一次看到妈妈在舞台上吗？看过我妈一个开放麦，第一次在这个爱奇艺，然后这么大的舞台看我妈，哎，有点紧张了。我也太紧张了，就因为他俩来，心咕咚咕咚的跳。我觉得我妈这么多年，哎，说实话，我这样说有点卖惨。我觉得我妈这么多年，闺女不说，马上我们以后都是好日子，妈妈马上就能给你们一个家。就虽然说我妈没有生儿子吧，但是我觉得生闺女不比儿子差，说真的。对。我希望我妈妈就是能一直保持这个算是独树一帜的风格吧。我希望她能就加油，我们就是不管顺庸如何，就开心就好。希望大家听了也开心。我相信就是家人在现场一定既是压力也是动力，很紧张，但是演得很好，我想这一点观众都把热情给到了。马老师应该也是第一次现场看房主任的表演哈。对，您是全场年龄最大的选手，然后到他这儿他就直接 Q 我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哈。其实我知道啊，在后台嘛，我在后台，我在上台之前，我其实还信心满满的啊。结果阎鹤祥路过的时候，阎鹤祥老师一脚把我脚给我踩中了。我确实康呀，这是。就那一刻啊，我在0.01秒之间做了一段数学题，我在飞快的计算，我说倒下呢，我还是身残志坚的上台来比赛，就是我就想倒下，我觉得我以后养老有保障了。阎鹤祥老师在后台被扣到了，说是王建国他爸爸，然后对面有个老登。明明比我岁数还大，他说刘洋带他妈妈来了。说我呢？西西，这是我妈。我心里想啊，你明明你才是刘洋他爸。马老师，我同意。因为刘洋嘛，在那个喜人奇妙夜嘛，那太子。我还太子，我那么惨。你看，这个秘密都保存了这么多年了。今天您给说出来了，哎，但是我还是很为刘洋骄傲的啊。谢谢爸爸。我也为你骄傲。谢谢妈妈。好感人的一幕啊！这是什么爱奇艺保卫战？这是。宫斗，又女王又太子。王主任，说实话，在您在台上出现之前，杨天真一直是我心中的女王，但是今天女王易主了啊！这个没有。您那个作品里有2个地方，我听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特别感慨，一个是哥哥会塌房，一个是我打辅助啊，就是我觉得年龄是需要打破那个年龄壁的。他不光是语言，更重要的是心态。咱俩都是大约有能力。你自己啊，我不了，我比你小多了，我比你小多了。我自己是有能力打破那个年龄壁的人，好吧？所以我很为我骄傲，好吧？王主任，谢谢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房主任带给马东老师的力量。那我帮你报名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，我帮房主任去报名那个乘风破浪的姐姐。哥哥会塌房。哇，房主任，你是女王陛下，你就是我的公主。哇，你刚刚一边讲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。您的这个表演就是把我们从绝望中又看到希望。你说成见是座大山，然后你要翻越那座大山的时候，兔子能吃，我为什么不能吃？就是明明眼泪都在边上，突然之间又被您笑了。
就像我看到你闺女的时候，我知道他们一定很为妈妈感到骄傲的。然后我看到你在台上也流眼泪了，就是有点太激动了，就是我一直激动的在哆嗦，心也跳得特别快。我一度以为我完不成这个表演，结果就是能坚持下来，有点太激动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现场的观众。闺女们知道你这么棒吗？他们一直知道。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了不同的可能，也谢谢你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你就是最棒的女王陛下。谢谢。说那个打破成见的那个梗的时候，得感动台下多少兽医啊！真的。您有这是在场所有人都不具备的经验和阅历，就说这些话只有您说才对。还有一点，您先别怼我啊，我那意思。我怼男的也分年龄，还分长得好看不好看。趁我还是小灯的时候，我先没有，就是咱们站在这台上拿着这麦克风，咱们都不是好人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老好人他说不了脱口秀，因为他没有观点，没有看法。然后您呢又利用自己的经验，对其实我刚才我看您演的时候，我脑海当中一直有一个词儿狡黠，对，但是您的狡黠非常的可爱，我希望您能一直狡黠下去，然后也向替杨翔向您的脚道歉。对，德云社等会起单跟德云社打官司啊，要点药费。您说以后有个家都是讹人讹来的是吧？要不我躺下。站，我站起来。真的被阎鹤祥踩一下还是挺惨烈的。是的。对他挺重男的，我轻女。我真道歉了，当时。我知道您为什么只准备一篇稿件了，您写的太快了。是。把这些剪吧，传吧，第3轮又有了，这是。我还仔细问过他，就这些个这种特别网络用语的词儿，都是他自己写的。他真知道，非常精彩，我看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。我们也看一下这场 PK 的结果，请黄一锦一起回到舞台中央。都是满票，结果会如何？全部交给现场的200位朋友了。结果如何？请看大屏幕。恭喜房主任189票，直接晋级，请您前往晋级区。同时，黄一锦139票的成绩，根据规则要暂时先前往待定区了。离开主舞台之前，有什么要和大家说的？我想谢谢几个编剧，我觉着编剧对大家的稿子都是有帮助的，然后也很辛苦。谢谢我们幕后所有的朋友，谢谢大家。我们黄一锦暂时前往待定区，加油！不许动。我不动。那嘴动算不算动？你懂什么机灵呢？那脑子动算不算动？你脑子倒是动得挺快啊，是你手里的飞鹤星飞帆卓瑞给你的力量吗？5大脑灵芝助力60倍大脑神经元链接速度。有了飞鹤首款定制大脑营养，宝宝动脑，我就心狂跳，就这么动死，响梗超快，谁不心动？哎，心动算不算动？你刚才何止是心动啊，你身体都这样了。那要没啥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。把东西放下。女王陛下，臣告退。这么好的奶粉，谁不心动呀？我们看一下接下来对决的2位演员是谁，请看大屏幕。请周大强、77移步对战区。77大家很熟悉了，上一季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演员。大强是第一次来到喜丹的舞台上，上一轮他用这个2倍速的一种方式，横扫了很多不文明现象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。掌声有请朱大强。
就大家好，我是朱大强。就是大家可能观众也普遍会觉得嘛，我们脱口秀女演员多多少少都对男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。其实也不是，我还挺喜欢男的，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男的里面，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亚种，就是老头。我太爱了，真的，我老头真的有点太好了。他们，大家回头，别看老头。就你们有见过公园里面那种撞树老头吗？我爷爷就是，他那个精神状态太好了，高能量老头。我就感觉他通向那个树的时候，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执念：今天这棵树和老子只能活一个。我老匹夫今天就要蚍蜉撼大树，太厉害了！我就感觉吧，在他眼里面，管他什么杨树、柳树、奇树、偶树，都是社会对他的约束。撞树才是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反叛精神的一种行为。老当益壮，哎，真的老壮汉，佩服他们。我觉得有点太无拘无束了，主要是老头无拘，公园无数。我觉得吧，应该利用一下我爷爷的高能量，就是让他发配海南或者东南亚，发挥一下余热，让他去撞椰子树，对吧？你还能撞出一些肉眼可见的成果。撞完以后呢，我们搞一个新的椰子树品牌，叫做椰树牌椰汁。广告语我也想好了：爷撞树，爷爷的爷爷，爷爷头上的包，从小撞到大。对，广告就很健康。哎，我觉得撞树真的有可能是越撞越健康，越撞越长寿的。你们想一下那个寿星公，对吧？头上有个包，手里有个桃，桃怎么来的？他撞出来的，对吧？那就只管去撞就好了，寿命和桃都包有的，包有的。我就真的有点活得太自由了。热天嘛，就会把自己那个老头背心卷起来，挂在自己的胸口，卷得很复杂，卷的是一种介乎于 bra 和项链之间的复杂款式。就是跟现在那种流行的老前锋背道而驰，老没前锋。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穿搭，你要穿不穿的干什么呢？真的不理解。我说爷，你每次那个老头背心，你在这里挂一小块干什么？我爷说不能脱，我脱下来放在哪里被别人偷走了怎么办？谁会偷啊？我爷那个老汗衫真的，他已经穿出一种那种下垂感。如果真的有小偷稀罕这种东西啊，偷回去还偷回去那个贼窝，还得偷偷藏起来，不然会被别的贼质问。我们不是什么违法分子吗？你这当什么变态小子？就算真的被偷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我偷过，我爷爷都没发现。哎，我上一次就是听说有人衣服被偷就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，还是织女。你们想对吧？织女在凡间丢了一件衣服，突然就在凡间获得了一个家庭，回不去了。哎，我爷爷啊。居然他有着天蓬元帅的身材，但是居然有仙女同款的担忧啊！我不理解。但我觉得我爷爷好像还算好的，还有那种最后那一小块背心都不穿的，就那种穿衣有肉脱衣有肉的，好羡慕这个身材，也没有什么身材焦虑，他们裸的层峦叠嶂的，很有松弛感，也很敢松弛。我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意识到，就那种半裸大爷意识，公众场合也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嘛，我就搞一些那种街拍裸大爷的活动。每次见一个拍一个，见一个拍一个。我有次遇到一个大爷，我朝着他举镜头的时候吧，想唤醒一点那种公众羞耻感，结果我发现他不仅没有羞耻感，他还有一点镜头感。因为我拍他的时候，他朝着我努了努嘴，他在那里。我说哟，好想的肚皮，好自豪的精神状态呀！我感觉我不如弄一个什么时尚杂志，收录一下这种大肚老男人的自信魅力时刻。杂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，叫做《男人不装》，然后再发行一些海外版，叫做《白花花公子》。有点太自由了，就感觉那是什么老头的2个自由点。那个自由点怎么不用那个黑色塑料袋给它包一下子呢？对吧？就应该包起来的自由点。而且就有时候跟他讲说是多穿一点这种话讲是没有用的，因为他有一种那种超绝钝感力，他完全不内耗。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，因为他耳朵背，但是嗓门大，耳朵越背嗓门越大，这2者就那种相辅相成，相互促进。我参观过我爷爷跟别人吵架，就他骂别人的时候嗓门超大，别人一骂他，他在那里啊。哎，我就感觉这种钝感力真的太好了，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些启发。我2次出门在那着急化妆呢，结果看见我爷爷，我那个摊着个大肚皮在那个小区广场上面晒太阳。我远远一看，我说：“哎呦，海豹，好松弛呀！”我
我有时候感觉我爷爷的肚皮真的比我的脸皮厚多了。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出门都行的话，我什么样不行呢？我就感觉我的素颜焦虑和身材焦虑，有时候直接被我爷爷那个不受规训、不涂防晒的大肚皮治愈了。我爷每天在小区广场晒一块简简单单的那种大肚皮，就把小区广场过得跟那种沙滩一样。我们小区也没有海，哦，有海，海在我爷爷自己头上，一小块地中海。就跟我爷爷那小块背心交相呼应的。哇，我爷爷每天真的在那里光膀子穿围脖，打一个动物 ，QQ 企鹅。特别我爷爷还有卡痰，每天在那，我就知道啊 ，QQ 爷爷上线喽，很可爱。哎，我爷爷真的有时候感觉又像一个海豹，又像一个企鹅的感觉，他就是一种南极动物。所以我现在正式确诊为我爷爷是一个南极仙翁，对吧？每天还撞树撞脑袋包，还担心自己衣服被偷，真的，我的神仙爷爷啊，老仙男。活得有点太潇洒了，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老仙男能多少还是穿上一点吧，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些我爷爷这种老头的松弛感。我现在就致力于做一个那种精神上的老头，我自由不受规训，也充满主体性。我主动去撞生活中的每一棵树，我越撞越死撞。如果有质疑声，我也在那里啊。谢谢，我是大强。谢谢朱大强的表演，喜欢他这段演出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了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